大家好，我是你好阿涵，修习正念冥想16年，只跟您讲纯正的、不忽悠的、可实践的正念冥想。这一集我们讲如何观呼吸。观呼吸的种类有非常多，我大致看了一下各种教程，有的自己就学歪了，有的太业余，有的在忽悠。学观呼吸要学就学最正宗的。最正宗的方法找到源头，最早最靠谱的方法出自阿含。在阿含中，观呼吸一共16步，每一步都很清晰明了，步步提升，能帮助我们专注，提升定慧。闲话少说，直接上干货。16个步骤，前面8步是进入初禅到4禅，以修止为主；从第9到第12步是调整；第13到第16步是以修观为主。根据自身的情况，可以修到初禅到4禅，再配合调整和修观。止和观其实并不分离，否则我们在初禅时如何判断初禅的5支、2禅的4支？如果没有观，这些就无从谈起。4禅以止为主，止中带着观；调整时止和观都有。最后4步以观为主，是以止为基础而起观。所以当我们只能进入初禅时，就安住在初禅，再步步提升，中间要根据情况灵活调整，最后转到修观。先说环境和坐姿，先找到一个安静的空间，没有打扰，可以跟家人或者朋友商量好，最好是坐着。坐姿可以端坐，端坐时注意背部别靠近椅背，脊柱轻轻向上挺直，不用过于用力，身体能感觉到自然而放松。双手轻轻放在膝盖上，或者叠放在一起，手印结不结并不重要，重点是姿势能帮助我们放松。下巴微收，这样的姿势有利于保持呼吸顺畅，精神抖擞。也可以单盘、散盘或者双盘，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最适合的坐姿。脊柱和双手姿势跟上面一样，这几种姿势的差别在于，端坐难度小，可以直接开始；单盘和双盘能帮助我们更长时间保持稳定，不容易疲劳，也不容易昏睡，但需要练习和适应一段时间。有人说双盘比单盘更高级之类的话，这个不可信，是忽悠，没有依据。如果精力不足，也可以躺着。躺着的优点是舒服和省力，缺点是容易睡着。对于平时工作和学习压力很大的人而言，睡着了就睡着了，也不要自责，不要有压力。睡着了说明你身体疲劳，需要休息，休息好了，精力足了，再坐起来继续练习。第一步，知息入，知息出。这个息我们简单的可以理解成呼和吸的2个阶段，当然包括中间的停止、转换。翻译过来就是吸气时心里说入，呼气时心里说出。这里有个关键的地方，不要控制呼吸，不要刻意深呼吸，也不要故意去闭气，让身体自然呼吸，自己只要做到放松就行。放心吧，死不了。你完全不去控制，身体自然也会呼吸，乃至于你昏睡过去了，呼吸照常进行。呼吸是神经和肌肉的基础功能，不需要你刻意控制，你只要专注如实观察就行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了练习专注。如果觉得太轻松太简单，可以配合第2步，直接观察2个内容，出入和长短。第2步，知息长短，知道呼吸的长和短。呼吸的时候气息长说出长，吸气的时候气息长说入长。同样也可能是出短或者入短。气息的长短可以理解成呼吸路径的长短，也可以是时间长短，不同人的关注点不一样，都可以。这2步的关键在于，观察的专注点并不随着呼吸出入，只是轻轻保持对鼻腔气息出入的觉知，就像门口的保安，不随着呼吸出入而跑动，只守在门口，保持观察，如实的观察气息会变化，有时候会发紧，有时候会变得轻盈，乃至气息可能只是轻轻到达鼻腔就消失不见了。不要紧，继续保持观察就好。重点是保
保持对呼吸出入和长短的观察，即使呼吸没有了，也不要害怕，轻轻安住，放手就好。放手就是一切都放下了，念头再起来，呼吸又会起来，继续保持观察。如果发现自己走神了，心不在焉了，或者弄错了，乃至于打哈欠、流眼泪什么的，都轻轻拉回来，继续专注就行。呼和吸长和短的状态都非常清晰，没有弄错弄混，就要转到第3步。这里有个重要的地方，知道灵活转换所缘，责法觉知。很多人练习观呼吸或者修其他的内容，只知道要坚定所缘，不能改变，道理是这样，只是不是完全不变，因为我们会遇到很多情况，不同的阶段要有变化，否则我们修起来会很累，或者会修着修着就睡着了，或者无法深入。这就像跑步，起跑的时候是一个状态，中间是一个状态，冲刺又是一个状态，不同阶段使用的力量和技巧是不一样的，需要做调整。第3步，知息变深。这一步观察的不再是呼吸的出入和长短，而是呼吸的整体，还是自然的呼吸，感受吸进来的气充满了全身，特别是身体不舒服的地方，大脑、颈部、肩膀、肺、心脏、脾、胃、肾、肝、腿，最后到脚。所有不舒服的地方，通过自然的呼吸去充满，能感受到气息在充实和温暖这些部位，乃至能感觉到气充满了全身的每一个毛孔。心里说变深，然后再轻轻的呼气，如此反复，一直到身体稳定。这个稳定是指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哈欠、流眼泪、昏沉的状态，不管这些状态，继续专注在呼吸上，就像飞机升空时进入对流层，这时候会出现颠簸，只要继续升空，马上就能进入平流层，喜乐就能产生。这里要插进一句，有人说要注意气脉，气脉的问题在阿含和4部里面我没有看到过，至于其他书里面有提到，我没有修过，我不知道，不做评论。能确定的是，既然2600年前没有修气脉成功的那么多，现在修气脉的人是多了啊。有些人修着修着啊，我心轮动了，哇，我人脉动了啊，我督脉通了，障碍没有少，反而更多了。但不否认有气脉这个现象，也有些人因为气脉得到利益，所以这块原本就没有，我们这里就不节外生枝，越简洁越清晰。第4步，除出身形。坚持到这一步，就能去除身体的种种障碍，像昏沉、无力、哈欠、粗大的欲望，去除五盖。五盖具体的内容在冥想有什么作用的第1集有说明，不再重复了。如果继续安住在呼吸上，就能穿破种种欲望，突破五盖，身心越来越安稳。如果到了某个阶段，发现各种障碍还在持续，比如不断想着什么事儿，或者计划什么事儿，无法专注，包括后面所有的阶段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有3种方法。第一，可以继续保持对呼吸的专注，就是专注所缘。第二，可以转修对治的方法。3，可以轻轻提醒自己现在真正的所缘。1，保持对呼吸的关注，就是轻轻把呼吸拉回来，不用做其他的任何处理。拉回来的时候，在注意力上稍稍加点力量，这是最直接的，龙衔宝珠，犹豫不顾。2，什么是修对治的方法？如果实在无法专注在观呼吸，可以暂时转修念死无常，或者梦幻观，或者念某个词。粗大的障碍去除之后，再转回继续观呼吸。怎么念死无常呢？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说：我下1分钟就死定了，现在就是我生命中的最后1分钟，我要专注在当下，其他所有的一切都与我无关，事业也好，家庭也好，金钱也好，一切都随它去，我只专注地活在当下。很多修行人身边经常会有这样的骷髅骨，它的作用是提醒自己
死亡就在自己身边。我们刻意忽略了一个事实，下一分钟我们会不会死，概率是50%，每一分钟我们都可能会死。你能说你1分钟后肯定不会死吗？在家里，在办公室可能会触电而死，被毒死；突发的火灾、地震、核武器、海啸、台风、暴雨；出门可能会遇到车祸，坐电梯可能会出现事故，或者突发疾病，或者突遭横祸被人杀死。这些死去的人在死之前1分钟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死。念死不是让自己害怕，念死不是让自己害怕，念死不是让自己害怕，而是训练自己平静地面对死亡，接受死亡一直在我们身边的事实。想着自己1分钟后肯定会死，是把注意力专注在当下，而不是过去和未来。如果这1分钟死了，我们赚到了，因为已经提前做了预防；如果这1分钟不死，我们还是赚到了，因为我们活在了当下，而且还能继续活下去。耶！双赢了，我又赢了2次。这里我们只是简单的说下念死。梦幻观怎么修呢？我们的一辈子就像梦一样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我们的昨天在哪呢？去年在哪呢？童年在哪呢？一切都过去了，一切都没有留下来，如鸟过无痕。一切的一切，乃至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、记忆，都只是意识的编织，其实就是梦一场。梦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当下的意识。我们觉得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其实仅仅是意识，意识一停，当下所有的梦境全部消失。轻轻的放手，就像关闭电影院的放映机，突然影像全无，不需要次序。轻轻的放手，就像梦中的意识突然关闭，梦境全部消失，不需要步骤。念某个词是怎么操作呢？历史学家许倬云他也修习冥想，他有个经验，只要念天下太平，天下太平，他就能非常安定，呼吸就能停止。其实天下太平也算是慈心冥想的一种，愿天下都太平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当然各位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词，或者是一个咒语，或者是名号，或者是念死、梦幻，或者是天下太平，或者愿所有人都能平安，都能幸福。只要能安定自己的身心归于寂静，我们自己能觉察得到，放心用就好了，这非常灵活。什么是轻轻提醒自己现在真正的所缘呢？比如现在我们在想股票，轻轻的提醒自己股票，然后再拉回观呼吸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把障碍去除，就能继续深入进入初禅。要注意的是，练习的时候不能求快，一步一步稳定扎实下来，反复练习熟练之后再继续往上走。有的人在定力培养方面能力更强，有些人在慧观方面能力更强。你就是你自己，有自己的特点，不用跟别人攀比。不是你进入了4禅才牛，也不是你无法进入初禅就不行。定慧是共同进行的，如果急于求成，这本身就是障碍。前面4步都是生念处，第5步受喜，第6步受乐，这已经达到了初禅离生喜乐，这里是受念处。初禅离生喜乐有5支，就是有5个特征：寻、视、喜、乐、心一净性。这5支具体的内容在第1集都很详细的讲解了。寻视就是我们的思考，有了寻视就有了心语，发之于口就有了言谈。寻是寻求，观呼吸时寻求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，先锁定呼吸，这就是寻。视就是视察，轻轻观察呼吸的出入和长短，这是视。这时是有心语的，就像观察者在寻找和瞄准目标，然后静静观察。随着观呼吸的深入和专注，慢慢就能引发喜和乐，身心轻松愉悦，越发的空灵。如果持续，喜和乐会持续增长。当我们出现杂念或者昏沉，喜乐会消散，身心会变得出众。这时候要调整方法，还是上面处理走神的3种方法，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使用。
从这个阶段可能会看到种种光或者影像，身体会有种种感受，不要觉得好奇，这些都是大脑几百亿神经元的种种放电的电信号，提醒自己的感受，比如看到光就提醒光，然后继续回转回来，安住在所缘。这里一定要注意，如果因为好奇追逐这些影像和感受，就容易出偏。有一些人可能陷在这个误区里很多年，追逐这些光影，整个人神叨叨的，想在冥想中有进一步提高，必须放下。有这些光影感受也不用害怕，先不用研究这些。当我们不关注它们，它们自动会变化消失。以后有机会再讲如何应用这些光影。第7步，觉出心行。从这里开始就是心念处了。经过上面几步，身心进入更专注、更细微的阶段。呼吸就是一切，就是全世界。呼吸也会变得越来越微弱、清浅。念头一有跳动，会越来越明显。这里的心行是意识上跳起各种细微的概念和思考，比如一句路稀短，这里的每一个字，首先代表一个概念，代表种种概念的文字又组合成一个句子，这个句子就包含了自己的思考和决定，引发我们发起语言和行动，这也是巡视。观察到这些想法和念头，然后拉回来，简单直白地安住在呼吸上。第8步，除诸心行。除就是去除、放舍，随它去，不去分别，念头越来越少，都一并舍去，轻轻安住。随着进一步的专注和放舍，去掉了寻思，就能进入二禅，断了寻思，就没有了心语，放下思虑，这在冥想中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把握住，否则无法上升。如果不知道的，自己再去看一下第1集，包括二禅的4支，在第1集也讲了。二禅叫定生喜乐，有4支：内等静、喜乐、心一静性。第9步是觉心，觉心就是觉察意识整体。从这一步开始，就开始说如何调整，因为冥想过程中，我们的心会出现种种情况，或者心飘走了，或者低沉了，或者被什么事死死捆住。这里是根据心的状态做调整。怎么调整呢？就是下面3步。第10步，心作乐。心作乐就是调整身心偏向于乐。为什么偏向乐呢？打个比方，就像在高速开车，如果时间久了，司机就容易困，怎么办呢？让自己高兴起来。所以当发现心懈怠低下了，就要刻意去修乐。怎么刻意修乐呢？有很多种方法。第一，修庆幸心。芸芸众生都在追逐外在物欲的享乐，从而引发焦虑或者纵欲的状态，而我们能把心沉静下来，享受自己内心的寂静和安乐，通透寂然，不从外求，而且有正确的方法，这概率是1/1000、10000%都不为过，这非常稀有的，也是非常值得庆幸的。2. 修慈心，就像上面天下太平一样，把我们内心的安乐散布出去，愿自己能安乐，愿自己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、邻居，同一个小区、同一个城市的人都能享受这样的安乐和寂静，愿自己幸福安宁，愿家人幸福安宁，愿朋友们、同事们、全国的人，愿全球的人都能幸福安宁。第3，修念死。我随时都会死，但我还活着，还能呼吸，我要珍惜当下的这一刹那。还有其他方法，有机会再细说。这些方法大家都可以试试，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，能触动自己心的方法。第11步，心作摄，就是把心收摄回来。心太高太散的时候，要收摄回来，收摄6根，放舍。进入初禅要舍掉5盖，进入2禅要舍掉寻思，进入3禅要舍掉喜，进入4禅要舍掉热。这些都是不断收摄的过程，方法还是上面的那些方法。下面一起把之前剩下的3禅和4禅都一并讲了。3禅是离喜妙乐，有5支：行舍、正念、正知、身受乐、心一静性。喜是心上的喜悦，乐是身上的乐处，舒服爽。喜和乐的关系和差别，我们说说望梅止渴这个案例就清楚了。曹操行军时，军队缺水，天气炎热，将士们都不想继续再走了，但水源还距离很远。为了加快行军速度，曹操就骗将士们说，前方不远处就有梅林，拿你的梅子。哇！
现在又大又圆，那酸那甜的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大家吃梅子去喽！将士们想着那酸溜溜的梅子，哇，都流着口水，欢欣鼓舞地往前走，这就是心上的喜。最终曹操带着大家顺利到达了水源，喝上了水，这是身上的乐。为什么是离喜妙乐呢？喜在三禅就属于干扰了，所以要舍去，因为舍去才产生更微妙的生乐。什么是行舍呢？就是舍掉了喜，舍就是平等不分别，随他去了。正念就是如实想着忆着，心心念念在这里。正知就是如实保持觉察。身受乐和心尽性就不解释了。四禅是舍念清净，有四支：不苦不乐、受舍、念、心尽性。什么叫舍念清净呢？舍就是舍掉苦乐忧喜受，舍掉寻思；念就是保持正念，因为舍，所以能达到清净。三禅到四禅要舍掉乐，达到不苦不乐受，所以是受舍。因为三禅还要对喜的执着，到了四禅，呼吸自然停止。到达这一步，不要害怕，继续安住就行，也不要刻意闭气，刻意闭气不算，呼吸停止是自然而然的。第12步，心作解脱，指的是心被牵缠住了，用种种方法解脱出来。具体的方法还是之前讲过的那几种。第13步，观无常，从这里开始修观。前面不管修到哪一步，无法继续深入的时候，可以转到修观。修观能培养定力和慧力。经过前面的练习，我们就很清楚，呼吸一直是无常千变的，其中的喜乐、寻思、思考、概念都是无常千变的，乃至于一般人觉得腿疼，身体的各种感受、各种观、气脉、境界，我们所见、所听、所尝、所触、所闻、所想，这些都是无常变化的。现在脑科学的研究已经证实了，这一切只是大脑对几百亿神经元的不断放电产生的解读。到了四禅，就有能力脱离这个身体，能看到意识和身体的关系，就像司机和汽车一样，司机借助汽车能扩大自己的行动范围，司机也可以从汽车中脱离出来。大脑和这个身体就像汽车，只是工具，精神是使用者，同时又被这个身体所制约。但是这个精神，这个我又是谁呢？有些人说这是灵魂，不，所谓的灵魂也只是一直在千流变化的意识，没有任何的实质，只是种种的习惯和执着产生的力量。当我们借助定和慧的力量，就能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相。第14步，观离欲。观离欲要舍弃对所有境界的贪恋。欲界有欲界贪，色界有色界贪，无色界有无色界贪。当我们刷着手机时，已经很难放下了，到达四禅八定时，那种愉悦更难舍弃。我们现在说大家都容易理解，真正在那个状态下，那是真舒服，已经迷在其中了，根本舍不得放下。所以要在当下的境界中继续观离欲，确认这些都是无常千变的，没有一个可以依靠。大家都想求财，都想有名誉地位，包括我自己。我们要生活，也要养家糊口，也要钱。写了这些文字，做了这些视频，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，让自己和更多人受益。但要知道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握住当下，不断调整自己，去做正确的事情，而且尽全力做好。一切都是无常千变的，此有则彼有，此无则彼无。我所能做的就是把对大家真实有帮助的内容分享出来，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大家真实的需求是什么，至于其他的还要看大家的反馈了。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以举手之劳，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、关注一键3连，多多支持，这样能帮助自己，也能帮助更多的人得到平安喜乐的人生。第15步，观灭。观一切都已灭去或终将灭去，原来属于我们的过去的都已经过去，未来的还没有到来。第16步，观弃舍。观所有的一切都愿意放下。观灭，观弃舍，这里并不是让大家躺平，这只是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。当我们把希望放在房产上时，房产会崩塌；放在家庭上，家庭会破碎；放在钱财上，钱财会消亡。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谁身上，最终我们会发现谁都是无常的，靠不住的。
我们唯一能把握的就是当下，在当下做正确的事情，做正确的决定，做完之后再放下。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情呢？将此身心奉尘刹，不负此生，不负当下。好了，今天把观呼吸16特胜和3常和4常都讲完了。真正修起来需要一些时间，有基础的可能7、8天，没有基础的可能要3、5年。大家不要着急，只要努力修1分，就能感受到身心在变化。这是2600年前的圣者们所流传下来的方法，不同于市面上充斥的仿冒品。虽然他们把那些仿冒品的效果说得天花乱坠，只是希望得到你钱包里的钱而已。真正的正念冥想是非常朴素、非常踏实的。再次希望各位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、关注，一键3连。我是你好阿涵，修习正念冥想16年，正念冥想我是认真的，谢谢各位。